副总统他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也可以像拜登一样拍拍胸脯，我永远跟乌克兰站在一起。到底在讲什么？而俄罗斯确实没有能打下你们更多领土。如果俄罗斯不能再打更多的领土啊，乌克兰干嘛投降？八九，你要不要先把它看完？川普直接大骂泽伦斯基说：“你在拿第3次世界大战赌注。”我不管台湾有没有外，我自己会成为一个民主。你这在超意人。川普意思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判，你没有筹码，你就只能接受。所以难怪他自己要站到一兵一卒，因为他都不当兵的啊。八九，你有没有当兵啊？八九，翁达瑞崩溃啊！他竟然想象了一套武统剧本。赖清德求白宫签署调停协议，情绪失控，赖清德当场跟美国政府总吵起来，最后被赶出白宫。怎么可以责怪美国？不准以美论，怎么会赖清德情绪失控？不准，不准，不准！他又以美又依赖，又怀疑自由民主。先不去细究赖清德进不进得了白宫，他所想象出来的世界，比我们对他的警告更加的夸张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翁达瑞崩溃啦！台湾未来恐陷入乌克兰的困境啊！川普怎么会逼赖清德接受这2条件啊？泽伦斯基跟川普之间的矛盾有复杂的因素，很难分清对错。他连骂川普都不敢，但是过去挺泽伦斯基挺成这样啊！他只是想提醒、责怪泽伦斯基的台派朋友多点同理心，因为台湾人真的可能会陷入乌克兰的困境啊！希望更多的台派朋友能想象这个不幸的场景：大陆对台湾动武，在美国及其他盟邦的援助之下，台湾跟大陆打了一场3年的战争，川普企图调情，开2个条件让赖清德接受。首先，台积电的股权转让给美国，偿还所有援助台湾的经费，类似乌克兰转让稀土给美国。讲白了，这就是2大国瓜分台湾的条件。美国获得了科技经济上利益，大陆获得了主权的利益。川普扬言，如果赖清德不接受这个协议，将停止所有军事援助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赖清德只好前往白宫签署这份调停协议。因为情绪失控，赖清德当场跟美国政府总统吵起来，最后被赶出白宫。我只会责怪侵略者，对美国开出条件，我也觉得有趁火打劫。怎么可以责怪美国？不准以美论、依赖论，怎么会赖清德情绪失控？不准，不准，不准！他又以美又依赖，又怀疑自由民主。先不去细究赖清德进不进得了白宫，重点是他所想象出来的世界，比我们对他的警告更加的夸张。他竟然想象了一套武统剧本，你看了各种自我安慰。我只想啊，如果自己是川普，会怎么面对呢？你就不是川普，在想什么？你是川普北七哦。乌克兰放弃领土，人民心向俄罗斯的，自古为俄猪土地。哇，这个时候乌东又变成俄罗斯土地了。台派叛徒哦，还在替泽伦斯基护航。泽伦斯基没有情绪失控啊！你看哦，翁达瑞焦虑到每篇都在回。阿九也焦虑啊！全网大家都在看川普跟泽伦斯基跟万斯的会谈，只有他跑去看 Rubio 的上电视的采访，看错极了吧？有需要逃避到这种程度吗，囧哥？而且乌克兰也不是美国的国门的第一岛链、第二岛链，所以美国在这美国在乌克兰有绝对的利益。你知道为什么拜登儿子杭特拜登有通乌门事件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小甘乃迪会去指控在乌克兰钱都被黑走？你知道吗？现在美国媒体报道，至少有7000万美元的美国军援消失不见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在乌克兰哪里不见。乌克兰为什么对美国那么重要？首先第一个，战略地缘来说，它是钳制俄罗斯第一线，所以如果抱持着冷战思维的拜登这一派，乌克兰极其重要。乌克兰崩则欧洲没得守，如果没有乌克兰，就毫无波澜。历史上俄罗斯壮大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毫无波澜，2度亡国，3度被瓜分。为什么美国在乌克兰有大利益？很多人看地图看了老半天，乌克兰跟美国这么远，怎么会有大利益？我告诉你答案好不好？当年苏联崩溃的时候，是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家跑去苏联旧加盟国抄底，当时占整个前苏联产值达到 40% 的乌克兰，这群金融巨鳄眼中的超级大肥肉。乌克兰的体量相对较小，人口相对较少，资源浓度相对更集中，工业开发程度更高，所以抄乌克兰的底比抄俄罗斯的底更重要。俄罗斯的资源主要不是分布在欧俄平原，它分布大量在西伯利亚，这些地方要抄底有地理空间上的一些限制跟问题，不容易运作，它的投入成本更高，它投产成本更贵。可是乌克兰不一样，大量的矿产、煤矿、黑土，稍微要了解国际局势，要讲后冷战时期的最基础知识。为什么川普会反手扒乌克兰扒那么凶？川普就没有什么民主阵营的说法，川普是直接可以跟梅克尔拍桌。看完这段的这个副总统，他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也可以像拜登一样啊，拍拍胸脯说，哦，我们美国永远跟乌克兰站在一起。
到底在讲什么？他到底有没有看完这个会谈呐？川普全程到尾都在骂拜登呢。如果说泽伦斯基身上有300个弹孔，拜登身上至少有299个弹孔。就这一场我们看过的，是你们不尊重普丁，所以普丁才会生气，不尊重合约。泽伦斯基抱怨从2014年到2021年，普丁从来没遵守任何的条约。然后川普说：“谁叫你不尊重普丁？”我们看的是同一支影片吗？那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，美国是不要军售我们。美国给我们再多的武器，我们无法反攻大陆，这也是事实吧？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谈什么？保有现有领土之下，我们还能做什么事？因为确实没有底牌了。3年的底牌，俄罗斯也看得很清楚，你们的能力就只能守护住现在的领土。你们，我怀疑他有偷看翁达瑞的分析，但他讲的不就是翁达瑞说的那一套吗？噩梦啊 ，It's a nightmare。如果赖总统被逼签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要怎么办？无法反攻，而俄罗斯确实也没有能力再打下你们更多领土。你要一句经典名言啊，讲了这我评不下去。如果俄罗斯不能再打更多领土啊，乌克兰干嘛投降？不需要投降，好吧，反正他也打不了我，干嘛需要美国介入？美国不用介入啊，就维持平局不就好？89，你要不要先把它看完？在同一时间点，川普直接大骂泽伦斯基说：“你在拿世界第3次世界大战赌注。”但凡有稍微一滴滴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为什么2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全球冷战开始，为什么五常不打仗？尤其古巴飞弹危机之后，五常之间根本不直接冲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稍微有一点点智商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打第3次世界大战叫做核战争，美国跑去跟俄国打仗是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，叫打核战争所以为什么古巴飞弹危机之后，就所有的五常之间基本不发生热战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最后一个永和国家叫中国，中国在1964第一颗原子弹爆炸，1967氢弹爆炸，然后1971东方红射上去，弹道卫星完成。到了1971年，全世界上不能再打第3次世界大战，这叫两弹一星。小姑姑们现在他们需要像89这种精神粮食。为什么俄罗斯不敢威胁英法？英法再怎么弱，英法是拥有核武的国家，是能够多种投射方式的。这个牌可能是新的打法，或许是你不喜欢的策略，也或者是说你等于在拿乌克兰士兵的命去赌。当然，这个说的话很不好听，因为到最后一兵一卒，我也会给一个大拇指，我会给一个赞扬。因为台湾如果未来这样的话，我不管台湾有没有外援，是不是抢攻人这么多，会不会出卖我自己也会站到一兵一卒。你这个想法意思就是说美国没有要给乌克兰的意思咯？你这在超译了。川普意思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判，你没有筹码，你就只能接受，没有说我为了要给你什么。泽伦斯基从头到尾在吵的是要有安全保障，你怎么会把它倒过来想呢？站到一兵一卒，台派都是垃圾，台派都是废物，台派只用站的啦，站起来的站。2008年台湾派站出来，这个活动89有去参加，台湾主战派，所以难怪他自己要站到一兵一卒，因为他都不当兵的啊。89你有没有当兵啊？89都中央社引用北京独立学者邓玉文，现在住在 America New Jersey。那他应该是美国学者才对吧？为确保制衡中国不会出卖台湾，哇，这论点跟89不可以说是脑洞一样啊，简直是脑洞两样啊，脑残跟心残。他说川普不太可能出卖台湾的7大理由，中国是美国最大对手啊，即使中国出卖台湾，也不可能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。台湾第一岛链位置失去台湾第一岛链行动虚设，连锁之下呢，日和菲韩也可能退出第一岛链，西太平洋就成为中国司机范围，至少是中美共管，美国也沦为一个区域霸主，而非全球霸权。川普现在打劫墨西哥跟加拿大啊，川普现在在打劫巴拿马，川普现在打劫格陵兰，所以川普不就在做一个区域霸主在干的事情吗？他来搞门路主义，你不知道吗？北京是华府最大的社会共识，所以川普是遏制中国吗？你确定吗？马斯克今天带着妈妈跟小孩搭空军1号，结果被民主党靠北，因为他妈妈梅耶马斯克常年居住在中国，甚至是 OPPO 的代言人。梅耶马斯克他是中国很多品牌的代言人，马斯克他妈妈跟中国那么密切的关系吗？哎呦，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在中国常年居住的马斯克妈妈来搭空军1号呢？我是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什么知识都没有，我快疯掉了。就最基本在当学者，呸，狗蛋学者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川普本人也没好感啊 ，COVID-19 第一任前后办啊，强硬手段啊。你刚才说强烈一点好了 ，COVID-19 害他的兄弟死掉，川普的兄弟就死在 COVID-19 啊。好了啦，所以讲了老半天。7大理由，每一个理由正常理由。中央社急哄哄就去引用这篇文章。其实按青鸟的标准，他妈妈是舔共仔啊，你敢讲吗？焦虑感真的很重，包括他们现在对于反复去观看民居正的反共的影片，就算民居正曾经预言完全失败，2005年的时候，民居正就预言中共不是崛起，而是走向崩溃。作为一个正轮子学者，得到了大量青鸟的吹捧，因为民居正早在20年前，中共不是崛起，就是走向崩溃啦，而是继续在汉哥的节目上说崩溃啦，
崩溃啦！